我们相当于是一个晚到的给大家过年的祝福。在中国，通常是什么时候年算是过完？严格来说，应该是过完元宵节，但是我们上班族以前编了个段子，说清明节之前全是过年。清明之后呢，五一。对，还有人发明了说是国庆节，10月1号国庆节之前全是过年。可想而知，其实大家对于年，首先是很期盼，第二个就是对于过年的这个放假，也是感觉到是不舍得那种。但我不知道在大马到底什么时候大家真的会去上班，法定3天假日结束以后就会去吗？还是到什么时候？这个也欢迎大家补充。那算起来，这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第一次在大马过年，对吧？因为我们去年是家里吃完年夜饭，这里叫团圆饭，然后年初1到达大马的，算是没有在大马过年。今年过完年了，你的感受有哪些呢？觉得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日日是好日”。我觉得在这边过年就是这种感受。你很文绉绉啊，你说说看。日日是好日，就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嘛。其实很强烈的对比就是我工作，今年是第1年开始不工作，在之前工作的17年，每一年过年都是很紧张的，因为都是要 stand by， 要不断的去查邮件，通常还要去在过年的时候要去加班加一会儿。今年是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啊。而且今年我感觉说也不要考虑到亚太各个区域的他们放中国年的天数不一样，是，有些可能还不放假。对，就是你没有了工作的牵绊，你发现说沉浸式的过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年。这个也是我的感受，就是一种沉浸式的，好像你能够真切的走入过年是什么样的。虽然身在大马，能够真切的去体验一回。好像原先是有点假，那主要还是跟我们有关嘛。我们不要老觉得是跟我们这个自己的环境有关，主要是跟我们在工作，总得担心着什么时候上班。因为当初在中国，咱们过去工作了17年，真的不论你是除夕放假还是初1放假，就得想着倒数几天了。前1天特别开心，可以睡个好觉，可以出去走亲访友；第2天可能还是开心的，等到第3天就在想，哎呀，完了，过了今天一半就没有了。然后就感觉一直在往后数，这个一半彩色一半灰暗的，确实是挺让人紧张的。你有这种心态吗？我是很明显的，我这个行业吧，我从事的工种不一样，就是有时差，然后还有一些紧急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查邮件基本上就是1个小时起码要查个2-3次，可能除了睡觉之外的情况下，有时候还回邮件，真的是非常的惴惴不安的过年吧。那你得出结论说，今年在大马过节叫日日是好日，既然和我们工作变了，没有工作了这种心境有关呢，你觉得在大马过年和平时呢，和年前的那段12月、11月和现在比起来，难道这个过年中间的心情、心境也是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我觉得过年最重要的就是准备我们的这边的年夜饭嘛，这边也有这样的风俗。你过年之前我说的日日是好日，其实就是开始，因为我是从过年之前大年夜之前大概前2周。我脑海里面就一直在盘算说这个年夜饭的菜单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挺有难度的事情，因为我是第一次在大马去买这些食材。这么讲就成立，就是你觉得这段过年的日子确实是不一样的，而且特别的是日日是好日。对，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讲年夜饭。我看大马好像大家习惯说叫团圆饭，好像是这样。我看很多人这么说。其实我们今年在这还是像样样的过了一个年，因为我们怎么样？虽然我怕举目无亲啊，对，举目无亲，因为考虑到举目无亲嘛，我们当时就非常提早很长时间就预定了2位那个朋友，说来，你们跟我们一起过年。然后我也很感谢他们2个人，然后他们就到我们家来过年。我就怕我们3个人过年是寂寞空虚冷所以我们俩，Wilson 放学回家也加入我们一会儿，一共是5个人。对，好，我们来讲讲。在这里过团圆饭，也是我们身在异乡大马第1年过年的感受的重要部分。你先讲讲看吧，我们是怎么把这个团圆饭吃起来的？团圆饭之前我刚刚说到了，提前2周就开始拟菜单嘛，这个菜单起码改了大概有10几20稿吧。因为很多我们传统的上海人吃的这些菜是有一些食材在这边是买不到的嘛，所以买不到的你就要替换。那我这次你还记得吗？就是过年前1天，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大意失荆州啊！我想就是我有一个安排的菜是上海红烧肉嘛，需要用五花肉。我还算是比较仔细的，我提前2天就问了猪肉铺老板娘，我说这个我想订一点比较好看的、漂亮的、美美的五花肉，结果他就跟我说卖完了。
然后那我就慌了嘛，然后他是那一天我们去提货的时候，他跟我说卖完了，那我心想，哎，那红烧肉没有的话，那我就去买那个猪手吧，那我就需要一个蹄膀，因为上海人家蹄膀就叫猪手的这个菜，就他说蹄膀也卖完了，我还想他大概是骗我的吧，我反正也要去他那边提货，结果我去一看，那天真的太夸张，上午11点那个肉铺要开到下午大概3、4点，肉铺里面就剩几块瘦肉在那边了，哎呀，我当时一下子就感觉就是背后就是那个一凉太凉了，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套硬菜嘛。哎，我要以第三方视角我来提问，因为中间有很多待确认，为什么要改20几稿？就是因为你一开始第一稿可能就是按照我自己以前有一个家宴菜谱，都是比较隆重的，大概备选就有50道菜，先从里面就筛选出可能14、15道冷菜、热菜、甜点还有咸点，对吗？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这2个礼拜时间就去留意说在哪些地方可以买到这些食材，那买不到的菜呢只好 cancel 掉，再换。根据食材限制，然后你刚刚说根据大马朋友的特点是吧？对，还有就是有一些菜，因为这个毕竟不一样了，我这边的一些烹饪工具都不一样，我还试做了几次，有一些没有做出这个效果的，再把它换掉。你真的很认真。那我们也不要吊大家胃口啊，你能大概说说看，最终拟定的定稿的有哪些菜？我们展现在屏幕上面看，应该是大大小小，应该是上了13道菜。说几个你比较得意的吧，这会儿我再把图片放上去，让大家有个感受。我觉得冷菜里面我比较得意的是酱牛肉和这个叫葱油萝卜。那酱牛肉是我们上海人就是过年年夜饭上一道必上的菜，对吧？这个酱牛肉，然后我用的是从上海，是从中国买的一个海运过来的一个高压锅去制作出来的，然后买到的是很不容易的，在这里找到了有卖热气牛肉，就是它不是冷冻的，对，而且是宰杀之后本地的，本地的金钱腱，就是牛腱子肉这一块，是加筋加肥的，出来是很漂亮的，就这样子一个切面的牛肉，对，我就非常得意能够买到这样一个天时地利人和，还有这个器具也配到了。这个是一道，第二个就是冷菜里面我还放了一道是葱油白萝卜丝嘛，这个就取代我跟他们说是简易捞生嘛，这边不是有捞生嘛，我们用白萝卜丝一起4、5个人捞了个生，这个非常有趣，我记得有图片。对，还有什么有意思的菜？还有就是我是吃完就忘。后面那个红烧肉没有买到，我不是还算好，我们有第2站我说你带我去 D Market 嘛，结果 D Market 最后一个猪手就在那里，那个猪手是连着猪蹄的，然后再加上蹄膀那一段，我就把它做成了这个红烧蹄膀。那个很惊艳，我们来上一些这个照片。对，好，就它那个，我觉得它完全跟中国不一样的是，中国的猪蹄跟那个蹄膀的部分是切开的，它是摆得很漂亮的一个圆的塑料盘里边，一整只的连着猪蹄跟那个猪手的那样一个形状也很漂亮。我来烧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切块，就是整只上来团团圆圆嘛，而且这样制作的时候，就是整只炖的时候，你的那个皮是完整的。其实它包裹的这个肉，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肉就是特别的多汁？对，那个口感是它是不柴的。是的，肉很好吃，多汁，而且它的滋味也是很浓郁，这个丰富的。对。好。然后提前2天，Wilson 还帮我我们2个人一起做了手工的枣泥八宝饭，从做枣泥开始嘛，煮枣子，去枣皮，然后还要去炒制掉水分，然后剩下一点点枣泥。八宝饭当地人应该没有听到过，对不对？我们那个朋友也没有听到过。对，这个我蛮惊讶的。我想糯食嘛，糯米的东西可能这边会吃的比较多，没想到他们都是第一次吃。而且就是这个糯米饭，为了做这个糯米饭，我是去买了猪油，熬了这个就是猪肥油，然后自己熬出的猪油。接下来我因为应和它这个枣味的这个特点嘛，我再去买了有机的这个红枣糖。我们要解释一下，它是一个糯米，对吧？然后放在碗里，最后呢倒扣在盆上，里边是有馅的。对。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干果，但我们放的是红枣。对，我这个是叫八宝饭。对，Wilson 我做了一个是放红枣点缀的，然后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他说他也要做一个，他做的是上面点缀是有机葡萄干和红枣的，所以最后还是用了他的那个。这个细节我们一定要讲啊，因为它本身是在上海是过年吃的，我们又进行了马来西亚的本地化改造，还象征着团团圆圆。但是我那天你弄完以后，你不像平时在上海，你也帮我们做团圆饭，做完以后你会觉得好累啊。
这种东西不高兴去收拾，然后还得歇上1-2天，这可能也是你整个过年很疲惫的原因。对，就在上海，因为我每年的年夜饭都是我在家里面做，给我们2家的这个大人一起嘛。对，但是要上这么多菜，基本上是我们每次基本上算了一下得15-16道菜，我是上不了桌吃饭的。其实你也会知道，对，因为每一道菜都要是特别是热菜是要刚烧完就端上来，要掐着这个，是要观察桌上的这些菜大家吃的这个数量，然后要紧接着上，就基本上是吃不了几口的。因为吃饭就固定在这2个小时，但在这里我们变了。对，对，你说说看，我们在这里是怎么吃？这不是突然之间实现了居住自由嘛？就是我的那个备菜区域，我可以在厨房里面是做热菜、炒油锅这样的事情，然后在我们的客厅有一块茶水角，其实它有个料理台。当然我们这个年夜饭时长也很久，我们从下午1点多就开始了。那也是那个就上了第1道菜，所以我是跟他们边聊天边在那里摘四季豆什么的，然后我们的朋友还问我说要不要帮你什么的，也是一种沉浸式的。对，因为我们吃的时间很长，对，他们下午1点就来了，对，然后我们从小点心开始，我记得，对，酱牛肉开始，各种各样的小点心、冷菜，对，我就在我们客厅的这样一个备菜区给他们做切片牛肉，对，慢慢的来。事实上，你看啊，你帮我们准备了烧马卡塞，然后我们吃的时长又是在 Green 那里烧马卡塞时间的2倍，对，1点多一直到晚上7-8点。对，其实也不觉得时间冗长哦。你要我别看我能侃侃而谈，但我人一多，有时候话一多，我就感觉很没劲，我就不想聊下去，就很想离场。但那天我觉得气氛很好，1点到晚上，咱们喝了1瓶半不错的这种葡萄酒，然后又慢慢的品菜，也不觉得胃的负担很大，也没有喝得脸红耳赤，然后聊得又很嗨，从天还是热的很亮，然后聊到晚上，再去外面放烟花，这种团圆饭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对的，然后这边毕竟是条件所限嘛，我们家的餐具也没有够那么多，所以我上菜都是，特别上冷菜的话，就是要只能上两份，然后1份吃完把那个盘子立刻洗了，上下1份，所以就是说基本上量是控制到大家吃完就可以。我的想法就是要他们吃到更多的种类，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不像在上海，可能我们家的这个整套的我这个餐具是配备是20-30人的这个量。一个餐具上，然后每次必须要留下来，因为在中国大家有这个习惯嘛，也有这个风俗，你请人吃饭一定是要留一点余菜，否则将好大家都吃完，场面上很难看。但是在这边的话，反正也没有我爸妈，没有老一辈的人管着，就是很自在嘛。对，这还是跟大家解释啊，这跟我没有关啊。如果在中国我们没有过好年，那是我们的问题啊，不是中国的问题，都怪我们啊。但是你也看到王太的这个做私厨的水平啊，是这样。如果要吃私宴的话，说不定 seriously 我们可以做一下。我觉得朋友们，我是蛮惊奇的，因为我一直是有一种误解，我觉得上海的那些风味可能在这边大家都会吃过，没想到比如说酱牛肉啊、盐水鸭这种传统的上海小吃，他们都没吃过。盐水鸭也很惊艳哦，真的吗？是很惊艳，因为它的那个，其实在上海吃的鸭也好吃，肉也嫩，不过那个肥肉是那个皮是很肥的，我觉得上海的鸭可能比较大。我没有，这里我买不到，其实我买不到鸭肉，是好不容易跑到 D Market 才买到，而且我们中国我会去买的是鸭腿嘛，是鸭的那个鸭全腿 whole leg， 就是它其实还带了那个 thigh 这一部分。但这边只能买到琵琶腿。对，我知道这里买鸭不容易。那我想说，这个也衬托了我们讲日是好日，因为我们过着一个沉浸式的年，是因为这些菜很新奇。而且我们反复试哦，就觉得大马的朋友对上海的菜还是挺感兴趣的。就反馈还是不错的。对吧？这是沉浸式好。团圆饭是一趴，有没有其他的？你觉得也让我们整个年过的是？感觉是日是好日，有这么沉浸式的感受。我觉得放烟火吧，就你们忘了吗？今天我们吃年夜饭，我吃了6-7个小时年夜饭之后，然后我们拖着2个朋友，Wilson 说你们一定要下去放，不许不放，把他们拉到我们家楼下去放烟火，这个是很快乐的。对，这是没有办法。欢呼嘛。因为谁看到这么绚烂的东西，在这么短的瞬间，哇，它也不是什么要插电要联网，它就能够通到天上，它能够在空中绽开出五颜六色，夜空中绽放出这些美丽的色彩，对吧？又那么神奇，因为大家对天空是充满了想象，对夜晚是害怕，哇，这个谁都会不自禁的能够嗨起来。
对，把它拍摄下来，而且蛮有劲的。正好那个时候我们的邻居，对吧？邻居我们要不要一块？其实我们就变成2家一起放，就是那个烟花量就翻倍。他们带了很多够力的好料，我觉得好大。豪华烟花对，然后加上我们的经济型烟花，总是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拼盘式的烟花之夜。是，这有特殊性啊，因为在上海是不能放，基本上是这个很难去燃放烟花的，而且和喜欢的人嘛，这个大家都聊得挺开心，可以一起去用这种方式去庆祝。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印象很深的。那我就不得不说，哎，我们前几期做的大年初一，我们去 Damansara 看那个舞狮，其实也是有蛮深的这个印象的，对整个过年。对，然后因为你吃了过年年夜饭之后，后面几天我们都有各自的都有安排不一样的节目嘛。这个节目也不像以前在国内过年的话是紧张。基本上以吃饭为主题的，吃饭的时候你要应对各种比较式的文化，然后那个我们就安排第一大年初一去看了舞狮，然后大年初二我们的朋友来我们家玩，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又吃饭，然后大年初三是什么？总之就是非常轻松。我们也去了那个 Michael 这边吗？不是跟他闲聊了一下，对，晚上去这个我们去 KLCC 市中心逛了一下。大家知道吗？都说 KLCC 市中心过年的时候没有人，我们那边去500米开了24分钟，对，人多的是车都动不了，有些车都是半个轮子在那个叫什么行人道上在开了，就那么堵。后来我们朋友说，哎呀，他说你们去的是外劳街，我觉得是难怪都是各种各样的人哈，都在。但是很欢乐啊！你看堵车的时候，不是还有那种金发碧眼的那个西方人还在路上马路当中放烟火嘛？不太安全，但是这很欢乐，蛮浪漫的。对，我也是觉得，哎，像这些活动。然后，尤其是我们看舞狮，还做了一个节目，自己收获也很大，有学习，有现场去看，对吧？我们还去了这个狮头的工作坊，就是肖师傅的，可惜他关着，我觉得也挺好的。我有你一样的感受，就是，好像不那么赶，对吧？等到初8，我们想去再做一个拜天公，那天晚上听了大家去放烟花的时候，哎。没想到都已经初8了，其实这个年按照中国放假的标准来看，已经结束了。我觉得还有就是跟这边朋友们的这个聚会，这种是很难得。你想想看，我们在中国过年的话，谁过年是会见朋友啊？基本上就是亲戚之间走动的。很少，几乎从来我印象没有，没有机会能够把朋友给安排上去。对，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好几场跟朋友之间的聚会，就是那种大家的聊的主题就是以逗笑为主题，然后以那个冷笑话和段子为穿插，大家都很轻松。对，但是也要感谢这里的朋友，就是接纳我们，对吧？因为人家也是可以跟亲戚去那个爸妈家里睡觉啊，去这个出去玩啊，那他们把我们当成家庭的一员嘛，能够接纳过去，在他们家做是吧？吃着年饼，看着电视，跟朋友和小孩聊一聊，再出去一起去捞生，还是这个非常开心的。对，当然还不一样，家里面还多了一个猫嘛，然后就是有牵挂了嘛。我偶尔的，你也不记得儿子经常跟我们出去的时候，他就刚刚走出门就说，哎呀，我已经开始想句子。所以这个年过的是第一次在大马过年，我们俩都有一种叫沉浸式的日是好日的这个感觉。然后你还问我说什么是年味嘛？我们俩分析下来说，年味是一种感觉，所以年味就是在过年时候特定情况下的各种形式都要齐备。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上一次在海外过年是温哥华，2019年疫情前。那时候也有一些装饰，也看到华人游行，但我们应该是毫无过年的感觉。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都找了半天，没有什么太多好吃的。但是我觉得大年初4我们在温哥华不是去参加了唐人街的华人游行吗？是啊，那个是很有年味的，那个比中国的那个感觉还要浓。不过我总觉得那个是别人的年味，我就拍照拍得很嗨。除此之外，就你不像这里有一种人和人，就好像你是可以融入到大马这些华人的社群的这种感觉。你知道这个感觉很重要。比方说，你分子跟分子差得很远，它就变气体，它就挥发了。你就分子跟分子如果离得很近，它可能是水，它可能是冰，那你就是连结性很强，就那么微妙。所以我觉得在大马还挺有过年的感觉的。对。所以未来还是愿意在大马过年吗？对吧？对，应该是吧。我觉得在这边过年的话，反倒是吃不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它是聚是很重要的主题。其实你回想以前在过年，大家其实年夜饭很多的家庭，超过半数的家庭，我们的朋友之间、亲戚之间都是在外面去吃年夜饭。那个年夜饭都是要提前半年、9个月这样去预定。
而且是火爆到说是限时吃年夜饭，因为5点到7点是一场，7点到9点又是一场。你其实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东西，可是我记忆当中的过年就应该是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是花心思准备的。那在这里要感谢你啊，就是帮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独特的、融入大马的，又带来上海特色的各种各样年夜饭的饭菜。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也可以以后就是我们的特色就是邀请朋友来我们家吃年夜饭，让他们感受一下。当然我知道大马的这个饮食很发达。可能也有很多很好的美食，但是我想可能把我们上海人的风味给他们显摆一下。Fusion 啊，其实这个我也挺骄傲的。我们朋友说，要给我们拜年，到我们家来，我们拿出小点心，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吃饭，就觉得说，咱们在大马还能招待别人，这个过年不一样就是能做主人的感觉。年夜饭没有，真没想到啊。年夜饭没有吃完的酱牛肉和这个八宝饭，第二天那个朋友来我们家玩的时候，再给他们重新切一盘，然后热一热，这个挺好玩的，真是。那我再问问看，如果下回我们还在大马过年的话，你会觉得哪里还可以再变一变，再改动一下，有吗？我觉得吧，就是对于本地食材的进货渠道，还要再仔细去研究一下。这个现在不太熟悉，所以很多原料的我们很多的菜品都是受制于原料嘛。OK。我希望下一次能够更自如一点。对。行，那这个要辛苦你了。这个不会。那我们下回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到我们家来。对，而且家里面大了嘛，我想真的就是应该发挥它的功能。我现在是越来越体会到客厅的功能。你看我们家以前上海的客厅有多少次是真正的朋友来？就是大马住房，因为住房其实就是人的一种活动场所嘛，它限制了人的活动，其实也滋养了人的精神。所以我觉得利用这么好的条件，享受在大马沉浸式的过年，然后享受这样的好日子。好，那也是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欢迎下回到我们家来过年。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好，祝你也过个好年，拜拜。拜拜。